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你是否曾经仰望夜空，感叹满天星辰的壮丽？那些闪耀的星星、银河，甚至是我们脚下的地球，在我们眼中仿佛就是整个宇宙的全部。可是，如果我告诉你，这一切你所看到的，竟然只占宇宙总量的4%，你会不会感到震撼？换句话说，我们所知的物质世界，不过只是浩瀚宇宙的一个小小冰山一角，而剩下的96%完全隐藏在黑暗之中。这可不是什么玄学，而是当代科学家们透过数十年的观测与研究得出的严肃结论。上个世纪，天文学家利用望远镜观察到星系的运动方式时，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：星系中的恒星旋转得太快了。根据牛顿力学与重力定律，这些星星应该会被甩出来，无法稳定存在于星系之中，但事实却是，它们牢牢地待在轨道上，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引力把它们拉回去。这股力量来自哪里？答案是，科学家看不到，却能确定它存在的暗物质。同时，在20世纪末，另一项更惊人的发现震撼了科学界。1998年，天文学家透过超新星爆炸的亮度观测，意外发现宇宙不只是膨胀，还在加速膨胀。这意味着宇宙的扩张并不是像气球被吹大后逐渐放缓，而是有人在持续加力，让它膨胀得越来越快。于是，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来解释这个现象，那就是暗能量。这种神秘的能量无处不在，却无法直接被我们观测。把这些线索拼凑起来，科学界得到一个惊人的结论：宇宙中我们能看到的星辰大海、行星、恒星、星系、星云，甚至所有的原子，全部加总起来，竟然只占宇宙的4%，其余的部分约27%是暗物质，而将近69%则是神秘的暗能量。这就是为什么天文学家常说，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其实只触及到冰山的一角。试想一下，这样的数据会让人不禁怀疑，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极度有限的感知之中？我们的眼睛、我们的仪器所能看到的，只是显化出来的4%，而真正的宇宙几乎完全隐藏在我们无法感知的领域。那么，这96%的未知究竟是什么？它们只是科学定义下的暗物质与暗能量吗？还是它们与我们过去讨论过的零点能量，甚至灵性传统中所说的看不见的世界有着某种深刻的连结？在前一集，我们曾经谈过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，它提醒我们，物质并不是固定、坚硬的实体，而是充满着不确定与震荡的能量波。这意味着，在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的地方，存在着庞大的能量场与可能性。现在，如果把这个概念延伸到宇宙尺度上，那些所谓暗能量与暗物质，会不会正是这种隐形能量在宏观世界的展现呢？这正是本集要带领你思考的方向。暗物质到底是什么？它为什么存在，却始终无法被直接观测？暗能量又是什么？它推动宇宙加速膨胀，却至今没有明确的科学公式可以解释。而这些神秘的暗与不可见，是否和我们所谈的量子真空、零点能量，甚至灵性世界有所呼应？当你再一次仰望夜空，请记得，你所看到的银河与繁星，只是宇宙的4%，剩下的96%正静静地隐藏在黑暗中，等待着人类去探索、去理解，甚至去连结。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宇宙中有27%是所谓的暗物质，那么问题来了，暗物质究竟是什么？为什么它如此重要，却始终无法直接看见？首先，我们得先厘清一点，暗物质并不是黑黑的东西，它之所以叫暗，并不是因为它颜色深，而是因为它完全不与光作用，光线照射不到它，它既不会反射，也不会吸收，更不会发射任何形式的电磁波。换句话说，无论是望远镜、雷射，甚至最敏感的探测器，都看不见它的存在。然而，暗物质却以一种无法忽视的方式，悄悄影响着整个宇宙。最早的线索来自于星系旋转曲线，科学家观测到，星系中的恒星，不论位于核心还是边缘，它们的旋转速度竟然几乎一致。按照我们熟知的重力定律，越靠近中心的恒星，旋转应该越快，
越边缘的应该越慢，就像太阳系的行星一样，水星绕行最快，而遥远的冥王星最慢。但实际观测却显示，星系边缘的恒星转得比预期快得多，这个结果太诡异了。唯一合理的解释是，星系周围存在一种看不见的隐形物质，它的引力将恒星拉住，避免它们被甩出去。这种隐形的东西就是暗物质，没有它，宇宙中的星系根本不可能存在，更不用说我们所在的银河系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暗物质的稳定作用，我们甚至不会有机会诞生在这个星球上。那么，暗物质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呢？科学家提出了几种可能的候选。第一种是所谓的 WIMPs， 也就是弱作用大量粒子，这些粒子不与光作用，只透过重力和弱核作用力与其他物质互动，它们质量大到足以解释暗物质的引力效应，但又隐形到无法被我们的探测器直接捕捉。另一种可能是轴子这类假想粒子，它们极其轻微，却可能以庞大数量遍布整个宇宙。还有人提出，或许暗物质和超对称粒子有关。超对称理论是物理学家为了统一基本粒子所提出的模型，如果成立，那么暗物质可能就是这些超对称粒子的副产品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科幻小说？的确，暗物质至今仍然停留在假说阶段，科学家们已经建造了无数精密的实验，例如在地下深处放置探测器，试图等待一颗暗物质粒子与普通物质发生罕见的碰撞，或者利用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 加速粒子，试图在高能碰撞中创造出暗物质的踪迹。但到目前为止，所有的尝试都没有找到决定性的证据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暗物质不只存在于星系内，它甚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宇宙骨架。根据电脑模拟，暗物质在大爆炸后迅速聚集，形成一张三维的无形网络，就像宇宙的结构支架。可见的星系则像一颗颗珍珠，镶嵌在这张暗物质的网上。如果没有这张骨架，宇宙不会有今天的样貌。这就引发一个更深层的思考。暗物质虽然不可见，却主宰着宇宙的结构与演化，这是不是提醒我们，真正重要的东西往往是眼睛看不见的？它的存在就像支撑音乐的无形节奏，或者支撑生命的空气，它无法被直接观察，却是宇宙稳定运行的关键。如果我们将这个概念与前面提到的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放在一起，你会发现一种微妙的呼应。在量子层次，我们看到的是能量场的不确定波动，而在宇宙层次，我们看到的是暗物质的隐形支撑。这或许说明了一个深层的真理：宇宙的基础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看见、触摸或测量的部分。那么，如果暗物质是隐形的结构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暗能量则更为神秘，因为它不是把东西拉住，而是把一切往外推开，让宇宙不断加速膨胀。这背后的奥秘，甚至比暗物质更难以理解。如果说暗物质是宇宙的骨架，稳定并支撑着星系的结构，那么暗能量就是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力量。它不仅没有把东西拉住，反而像一股无形的手，把整个宇宙往外推，让一切越来越远离彼此。暗能量的发现可以说是近代天文学最意想不到的震撼。1998年，科学家们研究遥远超新星的爆炸亮度时，原本只是想测量宇宙膨胀的速度。根据过去的推测，大爆炸之后，宇宙应该会不断膨胀，但随着时间过去，重力会逐渐减缓这个膨胀，就像往上丢的石头，最终会被地心引力拉回来。可是结果完全颠覆了这个想法，宇宙的膨胀并没有放慢，反而在加速。这个现象只能用一种新的能量来解释，于是暗能量的概念诞生了。暗能量就像是一种充斥在时空中的推进力，它驱动宇宙持续膨胀，甚至越来越快。目前的估算显示，暗能量占据了宇宙总量的 69%， 是绝对的主导力量。问题是，暗能量到底是什么？科学界至今没有明确答案，但有几种主流假说。第一种是所谓的宇宙常数，这个概念其实早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时代就被提出过。当年，爱因斯坦为了让方程式能描述静态的宇宙，他在方程式里加了一个常数项，用来抵消重力的吸引，维持宇宙的平衡。后来哈勃发现宇宙正在膨胀，
爱因斯坦才认为自己犯了一生最大的错误，但几十年后，当科学家发现宇宙加速膨胀时，这个宇宙常数又被重新拿出来，成为解释暗能量的一种可能。第二种假说认为暗能量可能与真空能量有关。根据量子力学，即使是在完全空无一物的真空中，依然存在着不断震荡的能量场，这就是所谓的零点能量。在我们看似空旷的宇宙里，其实充满了这些微小却无处不在的能量波动。如果把它们的效应放大到整个宇宙，或许正是这股零点能量推动了宇宙的加速膨胀。第三种假说则更为激进，他认为暗能量并不是固定的，而是一种随着时间变化的动态能量场，科学家称之为第五元素 quintessence， 这让人不禁联想到古代哲学里的第五元素说法，除了土、水、火、风之外，还有一种更高阶的元素构成了天体与灵性的世界。如今在科学的语言下，这种想象似乎又被唤醒。无论是哪一种假说，暗能量都揭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事实：我们所处的宇宙并不是静止不变的，而是处于一种持续膨胀甚至越来越快的状态，而这种加速意味着宇宙的未来走向将完全不同于我们原本的理解。它可能会导致大冻结，也就是宇宙不断膨胀，直到星系彼此之间的距离变得遥不可及，所有恒星燃烧殆尽，宇宙走向一个冷寂而空旷的结局。但在深入探讨未来命运之前，我们或许更应该回头问一个根本的问题：暗能量真的只是冷冰冰的数字吗？还是它其实和我们之前谈过的量子真空、零点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？还记得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吗？在量子层次，粒子的位置与动量无法同时被确定，这意味着即便在最空无一物的空间中，仍存在着一种无法消除的能量波动。这种看似隐形的能量，会不会正是暗能量的来源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我们所谓的虚空，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还要丰富无限。而这里就出现了科学与灵性的微妙交汇点。许多灵性传统都曾经描述过一个无形的能量场，它是万物的本源，支撑着宇宙的运行。现在，当科学家用冷静的数据说明暗能量无处不在时，是否其实正在用另一种语言重新揭开这个古老的真理？暗能量的神秘远超过我们的直觉，它像是一个巨大的问号，悬挂在科学与哲学之间。人类或许才刚刚开始意识到，我们看到的宇宙只是表面的一层幻象，而真正的力量正在黑暗与无形之中流动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走向更深的思考：如果暗物质与暗能量都是不可见的存在，那么它们是否正呼应着我们过去讨论的零点能量？甚至，它们会不会就是灵性传统中所谓的隐形世界的一部分？当科学家告诉我们宇宙中有96%是看不见的暗物质与暗能量时，这样的发现不只是一个冰冷的数据，它也像是一个深刻的隐喻，因为它提醒我们宇宙的真实样貌并不等于我们眼睛所见到的，甚至可以说我们所能感知的只是冰山露出的那一小角。回想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那集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提过的零点能量，在量子真空里，即便没有任何粒子存在，依然有无穷无尽的能量波动不断发生。这种无形的能量场正是宇宙最根本的底层，而现在科学家用暗能量这个词来形容推动宇宙膨胀的力量，这两者之间难道没有某种暗示性的连结吗？灵性传统其实早已告诉我们，在我们能看到的世界之外，还存在着更高维度的实相，它可能被称为以太、阿卡西、本源能量，或者道。这些描述听起来神秘，却与科学家今天所说的无形却主宰宇宙的能量惊人的相似。或许科学与灵性并非互相对立，而是从不同角度指向同一个真理。科学用数学公式、望远镜和实验来探索不可见的部分，灵性则用冥想、直觉和内在觉知去体验那股无形的力量。两者虽然路径不同，但或许都在逼近同一个源头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暗物质与暗能量的隐形性本身就像是一种隐喻，就像我们的人生往往是那些看不见的力量、信念、情感、意识在背后推动着一切外在的物质世界，只是这些内在力量的结果。同样的，
整个宇宙的星辰与星系，或许也是那无形能量的显化。这让人想起一句古老的智慧：眼睛看不见的，往往才是最真实的。空气看不见，却让我们能呼吸；重力看不见，却让我们脚踏实地；意识看不见，却创造了我们的经验。而如今，暗物质与暗能量的存在，再一次提醒我们，宇宙的核心本就超越了肉眼所能观测的范畴。或许，这正是科学带给我们的最大启发。我们对宇宙的理解远远未完成，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掌握的不过是4%，而剩下的96%，就像是一扇尚未被打开的大门，那扇门后面可能是更深的物理定律，也可能是与灵性哲学所描述的本源能量重叠的真相。当我们把视野从只看见的部分转向看不见的部分，我们或许会对生命与宇宙有全新的理解。因为就像宇宙需要暗物质与暗能量来支撑，我们的人生也需要看不见的信念与意识来支撑。这里，科学与灵性并没有矛盾，而是形成了一个美妙的呼应。接下来，在影片的最后一段，我们将把这一切串联起来：暗物质、暗能量、零点能量和我们所处的现实，究竟揭示了宇宙怎样的真相？而我们作为人类，又该如何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？暗物质与暗能量依旧是当代科学最深邃的谜题。科学家投入数十年的心血，建造了前所未有的大型探测器，像是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， 以及能观测最遥远星河的詹姆斯·韦伯太空望远镜。这些庞大的科学工程都在尝试回答一个最简单却也最难的问题：我们的宇宙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？然而，答案依旧空白。暗物质从未被真正看到，暗能量更像是一个抽象的数学修正，却又主宰着宇宙的加速膨胀。这两者加总起来，占据了宇宙总能量的96%，而我们熟悉的恒星、行星、星系，甚至人类本身，却只不过是余下的4%。换句话说，整个宇宙几乎都是由我们完全不理解的未知所组成。这样的发现本身就是一种震撼，它提醒我们，科学虽然带来了进步，却仍处于摸索阶段。我们所自豪的知识，其实只是海面上那最薄的一层，而海底的深渊仍在等待被探索。但这里也隐藏着另一个更深的问题：或许暗物质与暗能量并不是单纯的物理现象，而是指向人类尚未开启的意识领域。当我们问宇宙的构成是什么的同时，也可能在问我们自己真正是谁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暗能量并不只是冷冰冰的数据，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能量场，那么它或许就是灵魂与宇宙意识的桥梁。当我们的科学走到极限时，可能需要的不再是更大的望远镜，而是更清明的意识；不再只是外在的探测，而是内在的觉醒。所以，这96%的未知，既可能是科学未来的突破口，也可能是人类意识进化的方向，而真正的答案或许正等待着我们在未来去揭开。最后，对你来说，暗能量仅仅是数学公式的符号，还是可能代表着灵魂与宇宙深层的连结？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